It is the next chapter in Apple's story. And here it is. 第一代 Apple Watch 发布至今已经9年过去了，现在所有主流厂商都会有自己的智能手表，但是9年过去了，对智能手表的刻板印象只是从所有人都不理解的，变成了，甚至过了这么多年，问题还多了一个：苹果的手表真的比其他的好吗？从表面看 ，Apple Watch 相比现在的很多手表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。基本的运动健康功能大家都有，消息通知、常用的应用适配、常亮显示也司空见惯了。有些手表比 Apple Watch 还要精致，还要贵，续航动不动就是6、7天。但是我还是要说 ，Apple Watch 的核心依然是一道鸿沟。如果你去问 Apple Watch 的用户，他会说好用 ，App 很多，测得准之类的。但是这些都只是表象，真正要理解 Apple Watch 的核心，我们还得往更底层看看。咱们先从最简单的苹果自带的 App 开始。知道的小伙伴都知道 ，Apple Watch 有3个非常重要的 App： 健康、健身和 Watch。在这里面，你能看到自己今天走了多少步，心率如何，稳定性如何，等等，非常多，也非常的全。但是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特别的，对吧？大家也有，确实，但事实上，这3个 App 本身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。苹果真正的狠活，只告诉了开发者。如果你在开发者网站搜索健康，你就会搜到一个叫 Health Kit 的东西。根据苹果的定义，这是一个系统级的中央存储库。存储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你的体征数据，从最显而易见的心率、计步，到更详细的上楼梯的速度，运动结束后1分钟速率的减少量，甚至是2只脚的移动速度是否一致等等内容，其实都不是记录在健康这个 App 里面的。健康 App 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看板，把 Health Kit 里面的数据显示出来而已。在苹果健康的数据源里面，你会发现，除了苹果的手表、手机以外，华为健康、诺基亚的 WeThings、小米的 Zepp、Keep， 它们都可以往这个中央存储库保存数据。不过只能存，那能叫存储库吗？第三方软件也都可以从里面读取东西，当然要你允许。能存能取，这生态不就出来了？我举个例子啊，这里有3个软件，一个是 Keep 负责记录运动，一个是薄荷健康负责记录饮食。但我的秤是小米的，要用 Zepp。在安卓上 ，Keep 不一定支持你用的手表，没有办法实时监测心率，只能估计一个热量出来。更麻烦的是 ，Keep 估计出来的热量还不能同步到薄荷健康里面 ，Zepp 的体重也没有办法直接互通。这种感觉就很痛苦了。明明这3个应用就放在一个手机上面，相隔几厘米，但它们实际上毫无关联。而苹果因为有 Health Kit 这个存储库，只需要让 Keep、Zepp 和薄荷健康全部都同步到这个 Health Kit 里面，就可以把这个事情优雅的解决了。我现在已经把 Health Kit 同步了。我们先看一下薄荷健康里面，现在我的这个体重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们再打开 Zepp Live 称一下体重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切回薄荷健康里面看一看，它就已经同步进来了。是不是还有点东西？但我要说，这还只是基础，数据互通确实是难，但也没那么难。要说安卓的 Keep 也能同步到欢泰健康，同步到华为健康里面去，对吧？但是传感器互通，那就是真正的门槛了。Auto Sleep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用过？这是一个睡眠监测软件，能够看到完整的睡眠曲线、睡眠时候的噪音、呼吸，还有血氧、心率这些数据。等你起床的时候，就会告诉你今天的状态好不好。而且它可不是根据睡眠时间计算的，有好几次明明没有睡多久啊，起床之后反而更清醒。一看 Auto Sleep 还真的就是极佳的状态。而且苹果的睡眠阶段刚上线的那段时间，普遍的反馈就是还不如 Auto Sleep 准，比官方还准。这靠的就是传感器互通，它能直接通过 Health Kit 的接口读取到9种不同类型的数据，比如说呼吸、心率的变异性、血氧这些数据，才能做到这么精确的算法。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隐藏的条件，就是苹果的手表足够稳定、足够准。应该每个戴过 Apple Watch 的小伙伴都看到过高心率通知吧？你们当时在做什么呢？我有一次忙到半夜的时候，手表突然弹出来一个高心率通知，我才意识到，哦吼，今天的状态不是很对，我该晚安，马卡巴卡。苹果9年9代的口碑和一次次准确的提醒，无数次的证明，确实是稳啊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把摔倒提示、车祸检测都开着。第2个重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现在很多的手表都可以加一个付款码快捷键在表盘上，按一下瞬间就可以付款。
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手机的锁屏界面不放一个付款码快捷键呢？哎，这就要说到手表有个得天独厚的好处了。安全的基本逻辑就是确定你是你。那手表戴在手上，而手一般都长在你自己身上，安全性绝对是高高的。所以手表平时都不需要输密码，甚至它还可以做一个赛博钥匙，翻开电脑自动就通过手表解锁了。再更进一步，反正安全的逻辑就是确定你是你嘛。那手机只要识别你的 Face ID， 它也会反向把手表解锁，很合理。哎，那如果我的手表被扒下来了咋办？这时候呢，手表就会自动上锁。哎，那可能有的小伙伴就要说了，这不是手表的好处吗？苹果有啥不一样的？那答案就是苹果 App 的定位和兼容性。如果你恰巧看过苹果官方的设计文档，里面有那么一句话：用户1天中会多次查看全天候显示屏，以执行简明的 App 交互，每次交互时长不到1分钟。每次交互不到1分钟，1分钟的交互时间需要的并不是多强大完整的功能，而是能最精确、最直达的操作。一键付款码实现的是微信里面的一个小功能，天气一页里面只会显示最重要的数据，通知里面也只显示最直给的信息，都是尽可能的去简化流程，甚至苹果还推荐开发者预测用户的需求来提供功能。那既然逻辑这么清晰了，直接照抄不就好啦？于是我又看了一下别家的开发者官网，华为的一点就直接跳到了安卓开发者官网。哎，等会儿。哦，原来这是老手表。鸿蒙表的设计有很规范的指引，提示到了轻量交互和跨设备体验连续的重要性。而安卓这边 ，OPPO 的建议就一句话：按手机开发思维开发，遵循相关规范即可。小米这边点开小米手表开发文档，直接跳到谷歌开发者官网。有伤极了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个小小的个人开发者，这边是年年更新、9年9代的指引完善的 Apple Watch， 那边呢是 OV、华米、谷歌、三星各种各样的手表，要专门适配，厂商好像也没有特别上心，你会怎么选？当然，这些离我们普通人好像也不是那么近。那这里我就想说，苹果感知最明显的优势，没错，因为它是苹果。淘宝上面一搜，大把的第三方，因为量大，这些表带普遍也会做工更好一些。当然，肯定更官方的是差远了，甚至仿官方已经满足不了大家的胃口了。这种文艺复兴的，这种手绳的，甚至臂带、项链、胸针、保护膜、保护壳也是应有尽有。小伙伴的 S4距离现在也5年了，连接最新的 iPhone 15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按苹果的规律，现在的 Apple Watch 往后5年甚至更久也不会有问题。不过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，如果按照以往的规律来看 ，S123的外观其实是一样的 ，S456的外观是一样的 ，S789的外观也是一样的。再加上 iPhone 在10周年的时候出了一个 iPhone X， 说不定 Watch 也会出现一个 Watch X 呢。这篇视频因为篇幅有限，所以我在这里就不仔细的说选购了。我这里拉了一个简单的表格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其实 S789区别并没有那么大，最新的 S9价格2999，这个价格肯定也是不便宜的。但是去京东、淘宝、拼多多或者是闲鱼、微博上面找一些二手 S8的价格能下到不到2000，这个性价比就高多了。至于 SE 传感器、芯片都有一定的阉割，屏幕也不支持常亮，边框也会粗一些，但基本的功能还是在的。如果实在是不放心二手的话，也可以考虑一下 SE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铁力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